我穿成了原书里死的最碎的倒霉蛋。这就是刚被天雷劈下来的那个，长得妖里妖气，这种人也配进天宗？不行，收徒大会又不能再装听不见，看就不是。再忍就真没命了。原书女主会照顾念柔，表面温柔善良，实则靠吞噬别人命门修炼。原主就是在这一刻被他摸上单条，埋下挖灵根的第一道暗咒。警报！警报！宿主即将被挖种下，3年内灵根尽毁，你会变成废人，给他当替死鬼。你们系统现在都这么不讲？文明能保你灵根吗？抽他！照顾我，你袖子里的东西都快捅进我丹田了，还装什么菩萨？我只是想扶你起来。师妹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冤枉我？苏师姐好心救她，她竟然打人！这种恶毒女子应该逐出山门。她怕疼，怕死，也怕被这么多人盯着骂。可更怕的是，自己又像从前那样为了少惹麻烦，把真相吞回肚子里。我刚醒，她就把手往我丹田上按。你们眼睛用不上，可以捐给山下行兽。好嘛，继续！闭嘴，我快疼死了。放肆！师尊，别怪师妹，她可能只是被雷劈糊涂了。向念柔道歉，自断一掌，本尊可留你参加策灵。她可以爬，但不能再跪。仙尊，你是眼瞎还是心偏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他都快把刀捅我丹肚里了，你不查他，却要我自断一掌。天眼宗收徒，看的是灵根，还是看谁哭得好听？现在道歉的人是谁？极品火灵根，100年难遇，此女不可逐出，她必须留在天眼宗。别晕，继续测，你不止一个。原来她是天才，难怪天雷锤。也许刚才真是误会，苏师姐袖中怎么会有灵刃？那不是灵刃，是我防身的法器。师妹刚才受惊，误会我也正常。防身法器贴我丹田防身，怎么？你的危险长在我肚子里？这就是原剧情最窒息的地方，证据摆在眼前，他们也会替苏念青找理由。原主遍体鳞伤，他们却说他不懂事。你除了骂人还有别的功能吗？有，保你48小时不死，但是会疼。废，彼此，你刚刚差点被挖灵根。此事稍后再查。黎福月，你身道极品火灵根，若愿拜入本尊门下，本尊可不计较你方才无礼。不愿意。你可知你拒绝了什么？知道，拒绝了一个眼神不好、审案不清、徒弟哭一哭就要别人自断手掌的师尊。黎福月，不得对仙尊无礼！来不查谁趁机害我？张口就是妖里妖气，灾星不配进宗门。现在测出极品火灵根，都一想收我？怎么？我是废物时就该死，是天才时就值得活？我今天把话放在这里，我进天眼宗是因为我有灵根有资格，不是因为谁可怜我。我不拜会偏袒凶手的人，也不跟想挖我灵根做姐妹。师妹，你为什么要把我想得这么坏？若你讨厌我，我走就是。站住！你不是委屈吗？那就场验刀。若阵上没有施灵咒，我给你跪下道歉；若有，你给我跪下，磕3个头，说你再也不敢碰我的灵根。黎福月，念柔是你师姐，还没入门，别乱攀亲戚。不可能，我不知道这上面怎么会有咒。宿主，裴清玄对苏念柔的信出现裂纹，这人不是无脑户，是选择性装瞎。他不是不知道真相，他只是需要苏念柔是干净的。知道你想说什么？你不知道，你无辜，你也是受害者。可刀在你袖子里，咒在刀尖上，手是你伸的，跪。根，他还有极品雷灵根，双极品灵根，此女必须入我烈阳峰。说雷灵根该入行雷峰。黎福月方才受凶，性情不稳，本尊愿亲自教导，以免他误入歧途。黎福月，入无焰峰。不可，无焰峰多年不收弟子，他双极品灵根岂能送去那种地方荒废？别听他们抹黑，无焰峰只是未来全员反派而已。你这安慰还不如闭嘴。谢无焰，你不适合教他，你适合。他今日当众伤人，顶撞尊长，若入你门下，只会更难管束。仙尊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我还没选？拜他！闭嘴，我自己选。检测到灭情钉变动，目标七情封锁，痛感持续。有人在他体内钉了封印情感的禁制，他每一天都在疼。原来不是天生冷我，是疼到只剩冷。弟子黎福月，
愿入无恙峰。你可想清楚了，入了无恙峰，本尊不会再护你。说的好像你刚才护过我一样。觉醒程度60%，自爱立身，完成初步落地。大师兄毒发，3师姐单碎，4师兄入魔，师尊屠宗后自己也活不了。这一峰的人，没一个有好下场。主线任务开启，救下无恙峰反派群样，失败惩罚世界毁灭。你们系统惩罚都这么大方吗？不是灭杀我，就是毁灭世界。局打开，滚！师尊，我的气运玉碎了。宿主检测到气运掠夺痕迹，他盯上你了。师尊，咱们无恙峰没有灵舟吗？没有，飞慢点也没有。掉下去自己爬。很好，拜师第一天，师徒情分薄得像纸。检测到宿主恐高，建议适应。建议你闭嘴。师尊，咱们峰是不是刚被打劫过？一直这样。无恙峰被宗门刻意边缘化多年，好听的说法是剑尊洗净，真相是他们怕谢无恙，又不敢得罪他。师尊回来了，新弟子。谁又往我炉里丢爆裂符了？齐恩，你给我滚出来！3师姐，说话要讲证据，比如你先证明这炉不是自己炸的。哪来的小孩？活的，师尊带回来的，不会是给我们侍卫的吧？你好会说话，下次别说了。有意思。恭喜宿主，反派图鉴已点亮3分之3。小师妹，欢迎入无恙峰，我是沈金寒，若缺什么可以找我。先说好，我不带孩子，无恙峰不养娇气废物。会孵蛋吗？我看起来像母鸡。有意思。灭情钉发作，痛感等级7，发作时如万箭穿心，但宿主你别戳穿他，他自尊比你命长。看什么？看师尊长得像很不舒服的样子。沈京寒，给他安排住处，明日起练剑。明日？我今日刚吐了3龙血。无恙峰不养废物，听见没，小废物？3师姐，你炉子又冒烟了。这里乱，风危险，但没人假惺惺说照顾我，又伸手挖他丹田，好像也没那么糟。凤凰幼崽，原本该属于苏念柔的第1机缘。宿主，有人今晚就开始布局了。祖宗，闭嘴！你再喷，我今晚就睡灰里了。恭喜宿主抢走苏念柔第1机缘，凤凰好感初始值80。他烧我床，为什么好感还能80？可能他觉得你扑火姿势很亲切。你们机缘界真随便。谁炸炉？不是我，这次真不是。凤凰，我昨晚顺手从万寿谷捡的蛋，没想到真能孵出来。大半夜你去万寿谷做什么？那边灵兽多，好偷好借。它放在那么显眼的石台上，不就是等人捡？无恙峰迟早被这人作没。凤凰认主不是小事，万寿谷若知道凤凰在我们这里，明日就能告到执法堂。奉执法堂令，无恙峰弟子黎福月盗取万寿谷凤凰灵卵，命其克前防守。测到剑柔气运变动，他在背后推动。我去把执法堂炸了。要不我承认是我偷的，先别炸。不过他们应该不会信，毕竟我偷东西从不被。原书里，齐静就是因为偷灵兽蛋被万寿谷围杀，最后魔谷暴露，彻底走向黑化。这一次，如果我退了，原剧情就会重新咬住他。我去。小师妹，此事可以由我处理。他们点名抓我，就是想让我躲。我要是躲了，罪就做停了。你不怕？怕，但怕也得去。我的锅我不背，师兄的锅也不能随便扣我头上。敢作敢为，节点达成，反派旗舰信任值上升。凤凰灵卵乃我谷至宝，黎福月昨日刚入无恙峰，夜里凤凰蛋便丢了，今日凤凰就在他手上。黎福月，你可认罪？不认。师妹，若是一时糊涂，认错归还便好，大家不会真的为难你。你这句话翻译一下，前就是先让我认罪时再说你偏心。证据面前还敢狡辩？凤凰就在你手上。他在我手上，不代表是我偷的。凤凰认主，认的是气息。若真是我盗蛋，他不会刚破壳就认我。狡辩，除非你能证明凤凰蛋不是你从封印台取走的。巧了，我这里刚好有段影像。引兽符会引发灵兽暴躁，凤凰若在符旁破壳，必定失控伤人。倒是师妹百口莫辩。小桃是苏念柔的贴身侍女，跟了她7年。另一个叫青罗，入门3年，负责跑腿。
你身边的人大半夜来我窗望来试试想我睡得好不好？7年的人都能替你卖命，你本事真大。不是宋师姐，是我自己看不惯李府月才陷害的。灭口！苏念柔背后还有人。小桃，你为什么这么傻？就算你讨厌师妹，也不该用自己的命开玩笑。一句话，又把侍女之死定性成畏罪自尽，顺便把自己摘干净。此事到此为止，侍女已死，黎福月魅到凤凰，万寿谷可将凤凰带回。从收徒大会到现在，每一次都是这样。苏念柔伸手害人，别人替他圆，证据出现就说误会，人死了就说到此为止。可凭什么不能到此为止？你还想如何？查他怎么死的，查谁给他下毒，查他为什么能拿到尹寿符。执法庭不是专门审我的吗？怎么一轮到苏念柔身边的人，就突然学会息事宁人了？师妹，小桃已经死了，你还要拿她做文章吗？拿死人做文章的人不是我，是杀他的人。小废物这话说的像个人。三师姐，你夸人真难听。不是普通毒，毒发前先断生脉，再入心脉，像是怕他说出什么。能追源吗？可以，但需要他生前接触过的同源灵物。那位姐姐，你跑什么？执法堂还没散场呢，别急。你们吴望峰这是要屈打成招？黎福月，小桃已经死了，你现在不说，下一个就是你。你可以赌苏念柔会救你，也可以看看小桃，她哭得那么伤心，可从头到尾没问一句小桃还有没有救。我不知道是谁下毒，小桃昨夜只见过一个人，那人给了她引寿符，让她放到黎姑娘窗外，说只要凤凰失控，黎姑娘就会被逐出宗门。你看我做什么？我待你们不好吗？那人是谁？没关系，你不敢说，我替你放。宿主们收留的后手，被坑多了，辈分是基本素养。原书里大炎皇朝就是靠渗透宗门、收集灵根修业做卢白起家的。看来苏念柔搭上的不是一般后台。现在还到此为止吗？凤凰既已认主，万寿谷暂不带回，但此事必须查清。今日之事，本尊会查，但若念柔因此伤了心脉，你也难辞其咎。他晕倒也是我打的，仙尊，你这么会甩锅，不去厨房可惜了。纸鹤已被苏念柔收走，内容确认大炎二皇子萧承业命他夺回凤凰，毁掉你。他刚在执法堂哭完清白，转头就接新任务，业务挺忙，建议立刻狠狠干他。干，但不能莽。想查，自己查。吴望峰不替废物出头。师尊这话听着像不管我。你若死了，我替你收尸。谢谢，忽然更安心了。小桃体内的毒和尹寿符不是同源，有人借苏念柔的手，又怕他身边人说错话。也就是说，苏念柔不是最终下棋的人，但他乐意当刀，那就折了这把刀。折刀之前，能不能先把凤凰借我看看？他刚刚肘我，好凶。今日复审凤凰凌卵失窃侍女小桃暴毙一案，黎福月，你说有新证据？师妹昨日小桃已死，你又何必继续逼问？她虽犯错，也是我身边的人，我心中很痛。痛？那你昨晚为什么烧了他的卖身魂器？黎福月抢了不该抢的东西，凤凰迟早要回到我手里。不是这样的，我是怕小桃死后魂器被人利用，才替她焚毁。师妹，你为什么总要把我想得这么恶毒？师尊，我只是一时气话。凤凰本是万寿谷之物，我只是替万寿谷不平。既然苏师姐觉得凤凰该回你手里，那不如让她自己选。凤凰灵兽认气不认人，可是小家伙，过来，气运去夺术。念柔，我不知道，一定是有人栽赃我。栽赃你的人挺了解你，还知道把东西藏你袖子里。苏念柔与大炎皇朝私下通信，暂禁足清玄峰，待查。回风。灭情钉发作，谢无望梦魇开启。小师妹，别进去，师尊梦魇发作时不认人。弹药压不住，再这样下去，整座无望峰都会被剑气劈开。以前都是他自己熬过去。莫情钉第一重梦魇，七情被封，痛感放大，宿主可尝试唤醒，但风险极高。会死吗？新手保护期剩余时间不多，大概率不会死，但会很疼。你每次都把疼说得很轻松，因为疼的是你。我进去。你修为太低，所以你们要是看我快被削成片，记得拉我。你是不是脑子有坑？可能吧，但我不想以后听见你们说，反正他以前都这样熬。滚！建议撤退。你不是让我救他吗？我是让你救，不是让你送。谢无望，你看清楚，我是黎福月，你刚收的倒霉徒弟，床被凤凰烧了，今天还替你无望峰打了一场官司。灭杀。梦魇内容读取中，少年谢无望被钉入灭情钉，被迫斩杀入魔同门，七情封锁，痛感残留。小师妹，师尊，
你疼就说疼，没人规定你是剑尊就不能疼，也没人规定你是救过天下，天下就有资格把你定成这样。出去。醒了。再不出去，你会死。师尊接人了。西姐，今天太阳从魔渊生的。灭情钉第一枚松动，宿主触发隐藏任务拔钉，任务失败，谢无汪黑化进度翻倍。等，我还活着吗？活着。恭喜宿主完成谢无言梦魇唤醒，奖励低阶止痛单方1份。我都疼成这样了，你奖励单方，成品呢？自力更生，先爱自己。你把女频法则用在这里合适吗？醒了就喝药。三师姐，这是什么？毒不死你的东西。这介绍很难让人放心。昨晚谁让你往剑气里冲？你以为自己很强？没有，我就是觉得师尊看起来比我惨。无望风的人不需要别人可怜。不是可怜，是我不喜欢看着自己人疼，还假装没看见。你真是法外狂徒。剑一通，清玄峰欠你的不止1棵草，你竟然走正规流程。走流程不是因为我善良，是为了以后他们拒绝时，我好骂得有理有据。检测到宿主愤怒，建议保持冷静。李福月，你又想宗门规矩，我持封令申请，他们无故拒绝，请长老按规矩调药。含西草珍贵，苏师姐心脉受损也要用。他心脉受损有医案吗？有单尸诊断吗？有执法庭备案吗？没有，就是装病占药。他哭一哭，灵草就归他。那我现在也哭，能把整片药田哭来吗？宿主，你变强了。被逼的，这就是他的底线。该能的不该贪的不贪。他爱钱，但不拿脏钱。他护短，但不害无辜。师尊，我不是来打扰你闭关的，我是来还债的。谁让你练的？我自己，药材走正规流程拿的，丹炉借三师姐的，炸了1次，成功2颗，没有偷，没有抢，没有给无望风丢脸。我不需要。你需不需要是你的事，我送不送是我的事。我不当救世主，也不爱欠债。昨晚你接了我1次，这单还你。疼的时候吃，不丢人。谢无望信任值上升，灭情钉黑化进度下降2%。3日后宗门小比，你报名。师分，我伤还没好，不影响挨打。你吃我丹药的时候良心不会痛吗？不会。宗门小比让李福月死在擂台上，他的无垢灵体必须归我。出界。师尊，我郑重申请文斗。驳回。那我申请休病假。无望风没有病假。无望风真是黑心宗门。你再废话，等会儿连挨打姿势都不会。小师妹，要不要我教你一招？打不过就咬。不要乱教。爱自己不是躺平到任人宰割，而是有能力守住自己的边界。慢虚乱。谢谢点评，听完更想退赛了。你可以输，但不能怂。怕疼就学会躲，怕死就学会杀。没人能替你一直挡刀。再来。胆子内核强化，怕但继续。他就是双极品灵根那个，听说还抢了苏师姐凤凰。进了无望风还能活着。检测到铅筒被动过手脚，苏念柔，气韵残留相似，但另有皇朝术法遮掩。陆成白，清玄峰亲传大师兄，他筑基后期，李福月才刚引气入体吧？这不是送死吗？黎师妹运气不太好啊。你笑得太早了。建议退赛，胜率不足1成。你刚才还让我打，这叫动态评估。不退。陆成白剑法正，最怕不正经。你可以撒粉放火踢他膝盖。小师妹，擂台有规则，规则只说不能杀人，没说不能气人。他说的有理。忽然觉得无望风的教育方针很危险，但很实用。3招，学会1招，够你不死。以弱借强，以退还进，以对方杀意反制对方。他不需要一夜变强，他只要在陆成白最轻敌的时候，抓住一个能翻盘的瞬间。师尊，要是我赢了，有奖励吗？有。加练。你还是让我输吧。师兄，福月师妹性子倔，你点到为止，别伤她性命。他害你受委屈，我会让他跪着给你道歉。
这还用打？陆师兄一剑就能赢。黎福月太狂了，活该吃点苦头。一个刚入门的小弟子，为何总能搅乱所有局面？小废物要是输了，我亲自把陆城白毒哑。三师妹，别当众说，我赌小师妹能气死他。小比第一轮，黎福月对陆城白，开始。就这点本事，也敢欺负念柔？你们清玄峰是不是只会背一套台词？他哭等于我欺负他，他摔倒等于我推他，他做梦牙疼是不是也怪我？危险！陆城白剑虽有魔气加持，攻击强度异常。跪下认错，我饶你一次。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擂台是比武，不是给你演深情舔狗传。建议使用凤凰火。不行，为什么？凤凰刚认主，我现在用它赢，所有人都会说我靠灵兽。我要赢他，就要赢在他最看不起我的地方。他怕，手心全是汗，腿也在抖，可他知道这一战不能退。擂台上不认眼泪，只认证据。第一轮，黎福月胜。好，小废物还真能打。宿主声望上升，苏念柔气运受损。香囊是你给他的？师尊，我只是给陆师兄安神香，我不知道里面怎么会有魔气。苏师姐，这次晕倒前记得把香囊解释完。签位被2次篡改，目标逼无望峰内斗。三师姐，要不我们上台演一下？你一掌把我拍飞，我躺平认输。你看不起我？我这是看得起自己吗？我打得过你？小比签位被改，目的不是能自己乱。只要我收为小师妹退赛，你若赢，他们就会说你踩着同门上位。苏念柔和背后的人学聪明了，而是无望峰团结就会被撕开口子。建议公开弃赛，弃赛也是把画饼递过去。那就换个打法。什么意思？比单不比。原书里，温九之曾是天眼宗最精彩跃异的丹修，后来一场单比中，他炼出的救命丹被苏念柔调包，害死了一个孩子。所有人骂他毒丹害人，连他自己都信了。从此他丹心碎裂，只敢炸炉，不敢承担。松手！三师姐，你怕的不是比单，是承担。谁告诉你的？没人告诉我，我看出来的。你每次炸炉都在承担前最后一息，火候没错，药性没错，错的是你自己把炉炸了。你懂什么？我炼出来的丹害死过人。如果那颗丹不是你的错呢？你又想替我洗白？小师妹，别把人想得太干净。我不替任何人洗白，我只认证据。你看，害死人的可许不是你的丹，是有人换了你的药。为什么现在才查到？因为以前没人愿意查。三师姐，上台不是为了赢我，是为了让他们知道你的炉火没灭。第二轮，黎福月对温九之，深情改为单比。我同意。他还敢练？3年前害死人的毒丹忘了？无望峰的人果然疯。三师姐，看炉不看狗。3年前旧案，药丹被篡改，赤蝎尾混入清心续脉丹。今日我已将药丹副本交给执法堂，谁再说温九之毒安害人，我就告谁诬陷同门。失传丹方，清灵续脉丹。这一轮我认输，但无恙峰没输。他没有赢比赛，却赢下了人心。师尊，我不记得了。3年前我只是帮忙递药，药单不是我改的。一句不记得，
就能抵一条人命。三师姐那时年纪小，根本不懂药性。若真是我害了人，我也不会原谅自己。这话太熟了，先说自己不记得，再说自己年纪小，最后自己包装成最痛苦的人。死者不能开口，受害者被宽容，他倒永远干净。苏师姐，你不懂药性，却能精准地出多了赤蝎尾的药单。你不记得旧案，却记得哭给谁看？你这记性挺会挑。那纹路，我见过。大师兄，3年前毒阵旧案，我中毒前，阵眼上也有这种黑纹。大师兄，毒又发了。别惊动师尊。都吐血了还不惊动？大师兄，你们无望峰是不是有个祖传毛病，疼死也要装体面？习惯了。习惯可以改，以前没人查我查，以前没人问你疼不疼我问，你别笑着把自己熬死行不行？他的毒根在当年毒阵，阵心不毁，毒就清不干净。毒阵旧址在后山禁地，被封了3年，想进去得有宗主令。大师兄，你想不想查？想。那就查。你暴露太多了。黎福月抢了凤凰，又查到温九传旧案，现在沈金寒也被他翻出来了。再这样下去，裴清玄会怀疑我。怀疑不可怕，怕的是他查到毒阵。沈金寒若活着进秘境，会认出阵纹，让他死在查案前，或者让黎福月替他死。陷阱概率92%，建议宿主立刻销毁卷宗，并向掌门求助。那就带着陷阱一起端了。此时后山禁地匿名救卷，写陷阱的人是不是觉得我们没脑子？脑子有没有不重要，胆子倒是挺大。他们想引我过去，毒阵对我的毒有牵引，一旦入阵，旧毒会立刻反噬。所以你不能去。你也不能去。我去，不是逞英雄，是他们以为大师兄一定会去，才会按对付他的方式布阵。我修为低，毒不对降，反而能看清他们下一步。太危险。大师兄，我不是替你送死，我是去抓害你的人。装备检查完成，宿主这次很谨慎。吃亏多了，总得长点脑子。保命用，遇到危险摇一下，我会来。你这铃铛正经吗？不正经，但有用。一炷香内部回来，我炸警地。这是当年我从毒阵里带出来的碎盘，若阵纹相同，它会发热。放心，我命硬。看来没白来。你们不是想等大师兄吗？看见我是不是有点失望？你比沈金寒更碍事。刘影石，小把戏。一枚10块灵石呢？重点是这个嘛？钱也是命。 3年前沈金寒命大，没死在阵里，今日你替他还。要的就是这句。抓到你！沈金寒，你怎么敢来？来看看，3年前是谁想让我死？原来是你。3年前药房也是你守门。我是奉命行事。奉谁的命？3年前，你把我引入毒阵，说里面有失踪弟子的线索，之后所有证据消失，案卷被封。今日你又设同样的阵，许昭，谁让你这么做？拦住他！灭口失败。现在你背后的人知道你没死，你不说，我们把你交给执法堂。你说，我至少能让你活到说完。是戒具长老，他让我听苏念柔安排。毒阵阵图是大炎皇朝给的。哼，毒阵没杀掉他们，那就放出奇艳的魔蛊。无望峰总要封一个。一派胡言！许昭被无望峰胁迫，供词不可信。刘影石也被我们胁迫了。检测到万寿谷方向异常灵力波动。七剑，没事，小场面。魔气，七剑身上有无望都是魔头，拿下七剑！无望峰勾结魔修，证据确凿。奇珍魔骨骨被血域激活，爱化节点提前。
替灵兽吸魔气，还说不是魔修，当众吸魔气，罪无可释。李福月，你敢阻拦执法？他在救灵兽，你在杀人灭口，到底谁该被执法？魔谷宿主天生祸端，他今日不死，来日必成魔头。小师妹，别过来，离我远点儿，我可能真会疯。你要是真疯，先帮我抱稳他，他贵赔不起。吉人，看着我，你不是魔谷，你是无望峰四师兄，是那个偷蛋不认账、嘴贱又爱笑，关键时候会把铃铛给我的人。他们说你是祸端，是因为他们只想省事的杀掉一个麻烦，可我不省事，我这个人很记仇，也很护短。我师兄疯不疯，轮不到你们说。动他试试。李福月，大炎皇朝血域能引动魔气，也能激发魔骨。看清楚了吗？灵兽暴走不是旗舰引起，是有人用血域操控。你们不插血域，一上来就要杀他，是蠢还是心虚？你真不怕我？怕啊！你下次偷蛋能不能先通知我？我主要怕背锅。祈宴黑化节点延后，无望发信任闭环完成。黎福月，青木秘境见，希望到时候你还能护住他们所有人。青木秘境主线提前开启。青木秘境100年一开，机缘重大，此次名额需分配给最稳妥的弟子。吴望峰近日接连牵扯魔气毒阵灵兽暴总，为免秘境生变，老夫提议取消吴望峰所有名额。你们害人被抓，最后取消我们的名额。青木秘境危险重重，黎福月修为尚浅，奇异魔骨不稳，沈京寒救毒未清，确实入内。师尊也是为你们好，福月师妹，你让真在秘境出事，无望峰会伤心的。苏师姐，你每次说为我好，我都想检查一下丹田还在不在。黎福月，不得胡闹。吴望峰为什么牵扯魔气？因为有人用大炎血域害奇异。为什么牵扯毒阵？因为有人3年前害沈京寒，现在又想灭口。为什么是牵扯旧案？因为有人改温酒之药丹。受害者没资格进秘境，害人的倒能站在这里分名额。你暗指谁？谁即指谁？反正吴望峰最多1个名额，且只允许谢无望本人进入。谢无厌若秘境，自会因修为过高排斥，他根本不可能。既然你们说吴望峰不稳，那就比一场。比什么？青木秘境前置试炼，各封弟子入青木换阵，谁拿到的青木令多，谁得名额。你以为自己赢了一场小比，就能代表无恙峰？我不代表无恙峰所有人，我只代表我自己杀住。若我输了，我的秘境名额不要，无恙峰也不争。但若我赢，给无恙峰4个名额，沈京寒、温酒之齐进，我都进。小师妹，这次赌很大。可是青木秘境里有沈京寒毒阵线索，有温酒之旧案要员，有旗舰魔骨压制之法，还有谢无怨灭秦丁的下一枚线索。无怨峰事情必须进去，何必这样青木换阵，考验心性和灵力？你刚入门，输了会很难看。比起难看，我更怕你进去捡没人盯着的便宜。黎福月，我同意。他若输，无望峰不入秘境；他若赢，谁再拦？问我的3日后，青木换阵试炼，各峰凭本事取令。秘境名额争夺任务开启，失败将错失青木传承。他很会逼局，他必须输。不，他可以赢。让他赢，让吴怨峰都进青木秘境，秘境之中，才方便一个一个杀。这次我要他跪着看我拿走所有机缘。青木换阵里，我会送你一件东西，它能让你借走黎福月的运运半刻，半刻够你拿第1，也够他出丑。放心，等我出来再骂你们，不耽误。宿主，你不抢，青木令只是表印才是理。再说，抢东西也要先看有没有坑。大家先取令，取完再救人，否则令牌被别峰抢走，我们都白来了。药印触发条件出现。警报！气运被借取，持续半刻。我就知道他不会老实。黎福月果然不行，救个人都这么狼狈。小师妹，再不推你也会掉下去。第1可以不要，人必须带回来。谢谢黎师姐。别谢，出去记得作证。苏念柔刚刚见死不救。青木运印初步认可。黎福月，你输了。师妹，你救人是好事，就算输了也没人会怪你。谁说我输了？青木试炼，令牌为次，生机为先，药印以择主。青木药印，
苏师姐，机缘不是谁抢得快就是谁的，有时候秘境也长眼。青木秘境里有一处魔渊裂缝，带上它，必要时打开裂缝。黎福月不是爱救人吗？那就让他救到死。你是进秘境还是搬家？有备无患。上次我连床都差点烧没了。人参告诉我要多带东西，这又是什么？灵兽爱吃的粉，遇到打不过的撒出去，赌他先吃你还是先吃粉。虽然听着不靠谱，但很符合你的风格。秘境内阵法会随机传送，若分散，先找青木标记集合，不要单独追机缘。危急时捏碎。师尊，这次不是收师符吧？也可以。你真的很不会聊天。目标萧成娟，危险等级高，与气运掠夺、魔躯血域、青木秘境裂缝相关。长得人模人样，干的不是人事。恭喜宿主掉入青木秘境灵药谷，此处灵药皆有灵性，极难捕捉。极难捕捉，意思是很值钱？那是喂灵兽的。灵药有灵，四舍五入也能吃。看见没？知识不重要，思路要野。大师兄，检测到青木传承候选印记。我就救个人，怎么又触发东西？邪药印者，入谷不取杀，救人先于夺药，可为候选。前辈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我刚刚取了挺多。取而不决，尚可。青木秘境主人候选资格开启。这都行。黎福月，交出青木玉印。你们不是说只抓沈金寒？大师兄，看来你毒阵救案的线索也在这谷里。小师妹，这次我来挡。不，这次一起。秘境在帮他，可能他也看你们不顺眼。3年前害我的阵，果然来自大燕皇朝。他已被秘境选中，那就提前打开魔渊裂缝。魔渊裂缝已开启，位置黑灵深处，开启者气息苏念柔。这动静不像正常秘境项目吧？魔气会污染秘境灵脉，若裂缝扩大，所有弟子都会被困。苏念柔在哪儿？哼，圣女要拿回本该属于她的东西，你拦不住。你们大燕皇朝是不是有什么妄想症？看见好东西就说本该属于她。凤凰是他的，秘境是他的，天命也是他的。怎么，九霄界房产证写他名了？检测到凤西木残魂，原书中苏念柔在此强夺凤凰血气，完成凤凰认主。凤西木是凤凰族遗留圣木，若被血域污染，凤凰幼崽会被强行改气。大师兄，要先替我看着。你要去凤西木？有人要抢我家鸟。行。抢我家祖宗！福月师妹，你来的正好。凤凰本就该归有德之人，你强留他只会害了他。有德之人，
你脚底下那2个是自己躺着给你铺红毯的？警告，血气会转嫁伤害。那就转给我，别碰他。你疯了？他只是灵兽。在你眼里，所有人都是工具。令兽是工具，师兄是工具，裴清玄是工具，连身边侍女死了都能给你电系。可我不一样，他跟了我，就是我的人。苏念柔气运受损，凤凰血气正式认主黎福月。祖宗，你终于不只会烧我床了。黎福月，你抢我机缘，迟早会遭报应。苏师姐，东西认我不认你，那不叫我抢，那叫你不配。你是嫌自己血多？三师姐，我申请轻骂。厉害啊，小师妹，真把苏念柔第一机缘抢没了。血气阵只是表层，真正的魔渊裂缝还在扩张。魔气污染引发兽潮，目标方向各宗弟子聚集地。先救人。别急，兽潮会替你杀的，若杀不了，就让魔修亲自动手。你手挺快啊，推人的时候练过。兽潮马上来了，总要有人挡。那你自己挡。这些灵兽被魔气赶疯了，不杀就一直镇不住。兽潮牵引源位于西南方，疑似魔修携带血域。也就是说，兽潮不是非冲我们不可。你想改引流向？他们想拿兽潮能杀我们，那我们就把兽潮还给他们。够狠，不狠一点，他们总觉得我好杀。风险提示：血域罗盘会吸引兽潮。知道，钓鱼得下饵。他真不怕死吗？他怕，但他敢。小师妹，谁把兽潮引过来了？礼尚往来，不用谢。谁让你们在秘境里开裂缝？你以为我会说？三师姐，他不说。这是养骨丹，不致命，就是能养到你想把骨头挠出来。我可以帮你挠。是苏念柔，他拿血域和我们交易，让我们在凤栖墓开魔渊裂缝，再借兽潮杀黎福月。他说黎福月抢了他的七月和凤凰，只要你死，青木秘境就会重新认他。苏师姐和魔修交易，苏念里伪善人家大幅崩塌。你们以为抓到我就赢了？青木传承第一关已经开启，你们最在乎的人都会被秘境拖进心魔战。青木传承第一关，救人或夺宝。温九之已被拖入丹心幻境，若无人救援，他将丹心再碎，黑化节点重启。传承第一关，一念取宝，一念救人。入左路可得青木传承珠，入右路救人无赏，且可能同困。成珠啊，拿到就能一步登天。你不拿传承，我师姐在里面疼得快死了，我去拿珠子。苏念柔，你是不是觉得所有人都跟你一样，遇到危险先算值不值？入右路，传承珠将归他人。归就归。宿主，传承珠价值极高。闭嘴。此关只许一人。小师妹，看好外面，别让苏念娇偷家。毒丹害人，你怎么还有脸活着？无望峰都是灾星。三师爷，醒醒，那不是你的错。
你替他说话，你也是凶手！他炼的丹害死人，你还要包庇？小师妹，出去，这里不值得。值不值得不是他们说了算，你问问你自己，你真的想让星火灭了吗？我怕我再炼一次又害死人。那就查药、控火、重炼，怕不是错，停在怕里才会被他们赢。看，错的是这味药，不是你的手。开炉。看，你的炉火没害人，害人的是换药的人。不是说救人无赏吗？是心之言。前辈，你们秘境也挺会钓鱼，谢谢。三师姐，这算抱抱吗？要收费吗？无救灵体第3灵根，木灵根觉醒前兆。破阵者得青木木心，失败毒入命脉。沈师兄本就救毒缠身，这关太危险。福月师妹，传承药别冲动。你是不是每次劝我别救人，都怕我坏你好事？强迫会导致毒爆，需木系生力灵力逆转阵眼，可以强行催发，风险经脉撕裂。疼，又是疼，我真的很烦疼。可沈金寒已经疼了3年，他那么温柔的人，被毒阵拖到现在，还要笑着说习惯了。小师妹，停下！大师兄，你之前说想查，现在查到了，就别死在真相面前。经脉撕裂开始，经脉撕裂开始，给我找阵眼。建议停止，仪表出3处毒阵节点。不可能，他不是火雷双灵根吗？不好意思，最近业务扩展。破！沈金寒死亡节点解除，木灵根正式觉醒。你下次再强行灵根，我就把你摁进丹炉里补。三师姐，你的关心总像威胁。小师妹，别谢谢你，回去给我报销丹药钱。第2关，离符月胜，青木木心归主。念柔，既然藏不住，就让其叶彻底入魔。只要无望风出了魔头，所有真相都会变成污点。离我远点！别动！小师妹，这次可能不是暴凤凰能解决的。魔蛊，无望风弟子果然是魔凶！杀了他！停令，麒麟魔蛊暴露，立刻诛杀！谁敢动他？师兄已经被魔气控制了。福月师妹，你若真为大家好，就不要包庇他。谁先来？离符月，你疯了！他是魔蛊宿主，魔蛊天生会害人。天生会害人的不是魔蛊，是你们这种看见人没失控就急着逼他失控的嘴。怪物，杀了他！小师妹，我真会伤人。那就看着我。你要是控制不住，就抓这个，别抓自己，也别听他们。离符月，退后！不退。血玉在苏念柔身上。秦师兄，你被魔气控制了。齐进，拿血玉，不要杀人。苏念柔身上怎么会有大炎血玉？刚才魔气是他引来的。那齐进并非主动入魔。看清楚了吗？他有魔蛊，但他没杀人。苏念柔没有魔蛊，却一次次害人。你们到底怕的是魔，还是怕承认自己冤枉错了人？小师妹，我刚才是不是很帅？帅个鬼！回去陪我封令，裂了。奇异黑化节点解除，魔蛊稳定度上升。第3关已过，控半不弃，秘境核心开启。气运掠夺丝线暴露，他要强抢核心传承。小师妹，你这眼神像属鸡仔。你们比鸡仔难带多了。是我们跟着你。邪药印者过3关，可成青木秘境。明明这些机缘都该是我的。苏念柔，你这句话我都听腻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不是别人抢你，是你一直在偷别人的。我才是天命之女。念柔，这是什么？气运掠夺，窃命之术，你不配成青木。配不配不是你说了算。他在强抢你的药印。若先救人，传承印可能被苏念柔夺走。那也不能看着他们被吸干。你一直在吸我的气运。你们愿意对我好，不就是该把气运给我吗？你们谁会被天道看见？
偷来的天命，见光就葬。窃命者，追出核心。你输了。我输？李福月，你以为我没了气运寺就完了？辛苦你了，念柔，你暴露得很彻底，也拖住了黎福月，足够了。他要吞秘境核心。秘境核心危机，若核心被魔渊吞噬，青木秘境崩塌，所有弟子将被困死。黎福月，把秘境交出来，否则你救下的这些人一个都活不了。二殿下，你说过会帮我夺回气运，你已经没用了。萧承彦，你是不是觉得只要拿人命威胁我，我就一定会跪？你会，因为你心软。我心软，但我不蠢。救人不等于把刀递给杀人犯。继承秘境，需成万木生机，也需成秘境创伤。你修为太低，会痛。前辈，我这一路就没不痛过，能不能来点新鲜的？你可反悔？不反悔。不可能，秘境怎么会选你？你只是个炮灰。那你记好了，从今天起，炮灰改命。青木秘境，新主已定。黎福月，你比我想的麻烦。巧了，你比我想的更不要脸。秘境暂且归你，但你护得了一时，护不了一世。我得不到，你们也别想带走。李福月，你不是爱救人吗？那就救啊，救到你死为止。魔渊裂缝二次开启，秘境崩塌倒计时开始。一炷香内无法封印，秘境通道关闭，所有人被困魔渊边页。你刚继承秘境，不能再硬撑。那你没有别的办法吗？我能补灵，但补不了命。我可以下去，把那只爪子砍了。你给我站好！刚把你从魔谷黑化里拽回来，你还想去魔渊半入住？裂缝是从凤溪木、血域阵、毒阵旧纹3处连到核心的，要封必须3处同时断。我去凤溪木，血域阵归我，毒阵旧纹我来。无望封的人一个都不能少。你说的我记住了。好，一起封。闭嘴！老娘的丹，现在救人。杀了他们，你就不用再忍。他是我师兄，我封不封，他说了算。你们算什么东西？压不住的，李福月，你压不住的。师尊，好。青木秘境认主了。可能他比较随和。是他抽我气运，他和魔修交易，受潮也是他引来的。念柔，你一直在骗我。不是的，我也是被逼的，是大炎皇朝，是魔修他们逼我，我只是太害怕了。你每次害人都害怕，每次害怕都有人替你死，只是怕失去你们，怕福月师妹抢走我的一切。这次你还护他吗？苏念柔，
涉嫌弑灵害人、篡改药丹、勾结大炎皇朝，与魔修交易，气运掠夺，开启魔渊裂缝，致青木秘境险些崩塌。我承认我做错了，可我没有想害所有人，我只是太想活下去了。谁不想活？沈金寒不想活吗？温九之不想活吗？齐静不想活吗？你身边死掉的小桃不想活吗？被你抽气院的弟子不想活吗？想活不是你害人的免死牌，你怕被抛弃就去偷别人的命，就去毁别人的路，你不是想活，你是只允许自己活得好。师尊，连你也不信我了吗？聂柔，我信了你太多次，正因我信你，才害了许多人。此事我亦有错。不用演了，不用见，我认错，我愿意受罚。现在想认错，是怕错被看清吧？气运掠夺属邪术，苏念柔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你们都欠我的，没有我，你们谁会看见自己还有气运？给我一点怎么了？苏念柔乃皇朝册封圣女，任何宗门不得私刑。苏念柔罪证确凿，皇朝也不能。诸位误会了，本殿此来不是包庇罪人，而是接回皇朝圣女，亲自审问。这个人比苏念柔的伪善靠眼泪，萧承业的伪善靠权势和规矩。他说接回审问，实则是把苏念柔从宗门罪证链里摘走。殿下，救我！他们污蔑我！念柔，别怕，皇朝会查清。黎姑娘似乎不信。我信啊，信你会查到最后，发现全是临时工干的。黎姑娘言辞锋利，难怪能得青木秘境认主。你还伤着？不说两句，我伤得更憋屈。二皇子说接回审问，可以。那麻烦先解释一下，大炎血域为什么在苏念柔手上？魔修为什么听他号令？青木秘境裂缝为什么连着皇朝阵图？皇朝内奸众多，并本殿也在查。经典。至于苏念柔，她虽被册封圣女，却也可能被魔修蒙蔽。黎姑娘何必咄咄逼人？我咄咄逼人？他挖我灵根，害我师兄师姐，开魔渊裂缝抽别人气运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他咄咄逼命？谢封主，人不能带。谢无望，皇令在此，不可冲动。皇令能挡我的剑？师尊，不急，账要算，但不能让他挑地点。你以为你赢了吗？我去了皇朝，只会站得更高，站高点好，摔下来更响。黎姑娘，皇朝会给天眼宗一个交代，也希望你善待青木秘境。阶段反派转移，皇朝线开启。接下来他们会盯上秘境，那就打啊！打之前先分赃。青木秘境不是给他们抢的，也不是给宗门装人面的。他救过谁，就该先还给谁。一日召开宗门大会，议青木秘境归属。无望峰黎福月及峰内弟子必须到场。黎福月，青木秘境事关宗门根基，你虽得秘境认主，但你是天眼宗弟子，秘境理应交由宗门统一管理。不错，你修为低微，私掌秘境只会引来皇朝觊觎。交出秘境印，宗门可记你大功。记功？他在里面差点死了几回，你们在外面看水镜，现在出来了，记个功就想拿走秘境？放肆！你们除了这两个字还有心思吗？秘境认主是因小师妹过3关封魔渊救众弟子，若宗门想接管，请问宗门凭什么？凭天眼宗庇护你们。庇护？我被适龄认抵3天时，宗门庇护了吗？温九之被冤3年时，宗门庇护了吗？沈金寒独镇旧案被封时，宗门庇护了吗？青木秘境不是你们的遮羞布。黎福月，你莫要忘了，没有天眼宗，你根本保不住秘境。大炎皇朝已经盯上你，若你一意孤行，必给宗门招来大祸。所以呢？为宗门安稳，你应交出秘境印，必要时也应暂居主峰，由宗门保护。谢无望，宗门也是为他好。苏念柔说为我好，差点挖我灵根，
裴清玄说为我好，要我自断一掌；现在宗门说为我好，要我教秘境，教自由。李府月，宗门培养弟子，弟子反哺宗门是天经地义。培养？我入门几天，挨雷劈上执法堂，入毒弹进秘境，哪一步是宗门培养？我吃的是无望峰的药，学的是无望峰的剑，活下来靠的是我师兄师姐和师尊。宗门给我最多的是审判和麻烦，我可以反哺，但不是把东西交给一群装瞎的人。秘境资源会用，但怎么用，我说了算。你一个小弟子，好大的口气！他是我的弟子。李师姐，我不觉得你该教。若秘境交给长老，最后只会落到各峰亲传手中，我们这些人连伤药都排不上。李师姐在秘境里先救人后夺宝，我信她，我也信。信她。小师妹，你救下的不只是人，还有他们对公道的一点念想。先想办法，3天后那群老东西还会逼你。要不我们自立门户？你这话很危险，但很爽。3日后，青木秘境资源清算，凡被苏念柔吸取气运，在命中受伤，或曾被旧案牵连者，优先领取补偿。李府月，秘境资源岂容你私自分配？长老误会了，我不是私自分配，我是公开分配。第1类被苏念柔气运掠夺者，按损伤程度领青木露、固运符、补灵丹。陆成白，气运酸耗3成，领青木露3滴。别误会，对不起，补偿是你作为受害者该得的，不代表你以前犯蠢不用道歉。第2类青木秘境中受伤弟子，按伤势领丹药。第3类温酒之旧案沈金寒毒布战牵连者，重新登记，补偿3年前被扣资。李府月，旧案已在执法堂重审，不必在广场上闹大。为什么不闹大？他们被冤的时候是当众被骂，当众被罚当众被夺资源，现在真相出来了，却要悄悄补一句误会，凭什么？公道如果只写在密卷里，那不是公道，是给你们留面子。可受害者凭什么拿自己的委屈替你们保面子？你这是煽动弟子对抗宗门。我是在教他们，宗门不等于某几个长老。天眼宗若真是第一仙门，就不该怕清障。李师妹，我为从前对你的羞辱道歉。以后清玄峰若有人再污蔑无恙峰，我第一个作证。我们愿作证，我们信李师姐。青木秘境不该交给那些压案的人。主线阶段完成，枪木秘境归属初定，无望峰声望上升，天眼宗辅线计划。秘境收益第1批分完了，剩下的我会设公开规矩，谁想用可以申请，先问问他同不同意。宗主，李府月已经动摇宗门根基，若再放任，无望峰恐怕不再失控。传信大案皇朝，仙门会盟，我们去。李府月该入皇城了。青木秘境异变，牵涉魔渊裂缝，宗门弟子伤亡与皇朝血域失潜。大炎皇朝特开仙门会盟，请天眼宗携相关弟子赴皇城，共查真相。此事因你而起，你理当去皇城交代清楚。我救人封裂缝继承秘境，现在还要交代？长老这逻辑挺像苏念昭，受害者永远有罪。李府月皇朝会盟不可轻视，大炎便会认定我宗心虚。若去，便是踏入他们的地盘。说白了，就是请我们去挨算计。那就去算计回来。主线提示：皇城有第3枚灭情钉线索，大炎皇宫镇魔塔内疑似封存灭情钉原始术法，若错过，谢无行黑化线推进。不去不行，去了危险。这就是萧承业最恶心的地方，把陷阱摆在必须经过的路上。但不是我一个人去，无望峰一起去。青木秘境印也不会交给任何人代管。不可！谢无王若入皇城，必引恐慌。恐慌的是谁？我们是去皇城，不是搬吴彦峰。皇城不比秘境安全，止血丹、解毒丹、破幻丹、醒神丹都带上。还有这个，一拉就炸。你能不能带点合法的？那没有。皇城势力复杂，大炎皇族、国师府、圣女殿、仙门使团都会在。苏念柔被带走后，若换了身份出现，千万不要被他知怒。他还能怎么换？气运诈骗犯改名重开。皇朝若要保他，会给他更高的名分。师尊，皇城里有你要找的东西。也许有。灭情钉。谁告诉你的？我那个不太靠谱但偶尔有用的系统。皇城镇魔塔曾是灭情钉铸造地，入塔者十死无生。那我们就不十死无生，改成9死1生。我知道我弱，所以我带丹药，带师兄师姐，带凤凰，还带你。师尊，你不是一个人进皇城。李府月，皇城危险，苏念柔若出现，我会查清，不会再偏听。裴清玄，你现在查清是你欠那些受害者的，不是帮我。别把迟来的清醒说得像恩赐。
皇城篇开启，警告：大炎黄天气运异常。圣女，该迎客了。检测到大量气运流动异常，皇城地脉脉下方有西沙阵。这么大一座城都被镇压着，百姓气色不对，城中灵气充足，可凡人精气偏弱。皇朝在养什么东西？我闻到血鱼味了。诸位先生远道而来，二殿下已在迎仙台设宴。他心里有些不舒服。别看太久，皇城会看回你。这就是大炎新册封的圣女，气运好强。听说她曾为封魔渊受伤，是皇朝亲自救回的。福月师妹，好久不见。才几天，装什么久别重逢？脸修好了，心没修。过去在秘境中，我被魔修控制，做了许多错事，皇朝已替我净除魔气。今日我以大炎圣女身份，向诸位赔罪。第一，我不是你师妹；第二，魔气能净，罪证也能净；第三，你该问的不是我原不原谅，而是那些被你抽气运害旧案推受朝典困死秘境的人原不原谅。李姑娘，圣女愿意悔改，何必咄咄逼人？仙门会盟是为共御魔渊，不是翻旧账。旧账不翻，烂账就会变新账。二皇子这么急着翻篇，是怕哪一页写着你的名字？陆师兄，你也信我曾经是被魔气控制的，对吗？我只信燕云台。他身上气运怎么又变强了？皇朝圣女印，皇城地脉下方，苏念柔的新气运来自那里。诸位，明日会盟前，皇朝特开龙脉试炼，各宗年轻弟子皆可入内测试气运、灵根与心性。李姑娘既得青木秘境认主，想必也不会拒绝。可以。你答应的也太快了。听闻李姑娘继承青木秘境后，将资源分给天炎宗低阶弟子与受害者，此举人善。只是青木秘境乃九霄界共拥有机缘，若只供一宗一封，恐怕不妥。不错，秘境认主关系各宗机缘，但李小友年纪尚轻，未必管得住。不如交由会盟统一监管，各宗按功分配。福月师妹，我知你心善，若秘境开放给更多人，也能救更多苍生，你不会舍不得吧？你每次劝我救苍生，最后倒霉的都是具体某个人。李姑娘误会了。二皇子别急着否认，你想谈资源可以，先把青木秘境里魔渊裂缝修补费、受伤弟子医药费、被大炎血域污染的灵脉净化费结一下。皇朝并非要夺秘境，只是希望秘境资源用在正途。你什么时候算的？我帮忙核过。第一项，大炎血域导致凤栖木污染，修复费3万上品灵石。第二项，魔修引发受潮，伤者医药费8000上品灵石。第三项，苏念柔以圣女身份携带血域入秘境，造成秘境核心损伤，赔偿青木木心碎光10份，折合5万上品灵石。李姑娘，这是在向皇朝索赔。二皇子这话说的难听，你们叫共同监管，我叫共同独负责，不能资源共享，赔偿装死吧。那些事我说过，是魔那更该赔。堂堂大炎圣女被魔修控制着进秘境，皇朝管理失职，圣女殿监管费也得退。监管失职费可加。李小友，赔偿可日后再议，但秘境由你一人掌控，确实难服众。那就设规矩，青木秘境每月开放1次，优先名额给低阶弟子、伤残弟子、被气运掠夺者、旧案受害者。各宗若想申请，拿救援功绩、魔渊战仗、实证贡献来换。长老亲传不优先，皇族不特权。圣女殿暂时拉黑。你凭什么拉黑圣女殿？凭你上次差点把我家秘境炸了。李姑娘很会立规矩。没办法，被没规矩的人坑多了。你方才说地下气域池，可有证据？有证据时，你又要说从长计算。您身上的一领印确实不对，它和从前的气域丝不同，更像是从许多人身上抽出来后重新炼过。沈京寒原本出身皇城沈氏，只是后来沈氏满门被定为勾结魔修，他被天眼宗收留。此时宗门卷宗被封，我从前没有细查。如果地下真有气运池，沈氏旧案也许有关。明日龙脉撤裂，把沈京寒也放进去。裴清玄提到沈氏的事，大师兄，你若不想说，可以不说。没什么不能说。皇城沈氏曾是大炎第一阵法世家，10年前被指控私通魔渊，一夜灭门。我那时被师带回天眼宗，后来毒阵旧案发生，我才知道有些事可能不是巧合。你想查吗？想。那就查皇城地底气运池沈氏旧案，一起查。我去找药铺旧账，灭门案若牵涉毒或阵，药材流向一定有痕迹。我去黑市，皇城越光鲜，黑市越有真话。谢谢。大师兄，客气一次扣1颗丹药。我能带你们进藏卷楼，那里有10年前沈氏案的公开卷宗。你是想帮沈京寒，还是想让自己好受？我知道，我不求你们原谅，只求能一起查。多谢。写的真省事，灭门2个字，
连墨都不舍得多用。这里不对，这不是沈氏私通魔渊的证据，是有人把黄湖气运阵嫁祸给沈氏。我们刚查到这里，就有人毁卷，说明方向对了。藏卷楼禁制只有皇族和姑师傅能动。龙脉试炼提前开启，诸位仙门弟子即刻入宫。大师兄，查清之前，不要让仇人把你逼成他们想要的样子。残片够他们进龙脉了，让沈京寒看见气运池，他才会失控。龙脉试炼，不论出身，只问气运、灵根、心性。诸位入阵后，会见自身命格投影，若能通过，可得皇朝龙气赐福。我就知道免费东西最贵。怎么？一会儿看见天上掉馅饼，先验毒。三师姐专业对口。龙气赐福中含气运标记，建议拒绝。和沈氏政策残图一致。交出青木秘境，归顺皇朝，可避死劫，享圣女尊荣。强者本该取万中供养。拿我的人换尊荣，滚！老娘怕死，但不吃人血案头。发现隐藏区域气运池。你怎么会到这里？你新皮肤的充值页面还挺隐蔽。你懂什么？这是皇朝龙脉，能被圣女应用，是他们的荣幸。你真是一点没变。以前吸陆成白他们，你说他们自愿；现在吸全城百姓，你说这是荣幸。苏念柔，你是不是不把别人当人，就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有罪？所以，沈氏不是勾结魔修，他们是被炼进了池里。沈京寒情绪失控临界。沈京寒，你终于看见了，想报仇吗？毁了气运池，整座皇城都会给沈氏陪葬。沈氏137口，尽数入池。你在天眼宗温和手里，可他们在这里被炼了10年。沈京寒，你还要什么？沈京寒，他听不见。他们都该死。危险！毁灭阵已成70%，强行进入会被阵意撕裂。少废话，找生门。生门在沈京寒本人心念。你这等于没说。大师兄，你可以恨，你当然该恨。沈氏不是活该，你也不是自作自受。他们欠你137条命，这笔账必须讨。讨账？凭什么讨？证据毁了，族人死了，皇城还在歌舞升平，只有毁掉这里，才算公平。萧承彦，你闭嘴！大师兄，看着我，你要报仇，我陪你查，陪你告，陪你打。可你不能替仇人杀无辜。这座城里有吸你族人气运的人，也有被气运池吸干的百姓。你现在毁了这里，萧承彦会拍手叫好，然后告诉天下，看，沈氏余孽果然是魔，他已经害了你全族，你还要把刀递给他，让他给沈氏再定一次罪吗？我不替他们背罪，我要证据。林福月，你敢动我？我是大元圣女。正好，把圣女印怎么连着气运池也拍清楚。黎福月，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知道，留证、讨债、拆你家黑心工厂。我会带你们出去。沈京寒黑化风险下降，救族灭门真相证据获取。擅闯龙脉禁地，盗取皇天气运证据，拿下！是他们逼我，林
李福月和沈金寒想毁龙脉。你这张嘴真该单独封印。既然来了，就别走了。沈氏余孽勾结吴望风，意图毁我大炎龙脉，这个罪名，诸位觉得如何？他们擅闯龙脉禁地，还想毁掉气运池。若不是我拼命阻拦，皇城百姓都要遭殃。苏念柔，你要是把这张嘴拿去补城墙，大炎皇城都不用设防。拿下！若反抗，格杀勿贷。他是国师府左使唐遂，10年前沈氏灭门时带队布阵的人之一。沈氏余孽，竟还认得本座。大师兄，证据在手，先活着出去。好。想毁证，先问我的炉火。小师妹，杀出去还是骗出去？都不是，我们从他们最怕的地方出去。警告！气运池连接皇城地脉，强迫会引发追踪。不破也死，破了还有机会跑。我带你们出去。毁掉流影阵！不能让他们出去。你怕什么？你不是无辜吗？拦住他们！大师兄，先记住路，以后我们回来清账。沈氏余孽沈金寒意图毁城，全城戒严，缉拿要犯。反咬得真快，这罪名听着够大。大才好，罪名越大，越说明证据真。李福月，交出证据，回宗认罪，宗门还能保你一命。当年毒阵旧案，是你封的卷。长老，说清楚，你是来救天眼宗弟子，还是来替皇朝灭口？冥顽不灵。3年前毒阵主令是你的，沈金寒，你本是罪族余孽，宗门收留你已是恩赐，你不知感恩，反倒勾结黎福月污蔑宗门长老。恩赐？你们拿他的族人练气运，又拿毒阵压他的命，现在还要他感恩？长老脸皮是什么法器练的？防御这么厚？这就好。他们在拿凡人补阵。萧承业要的是我们逼入绝境，救百姓，我们会被拖住，不救，罪名坐实。我去救人。此时分心找死！你这种人当然不懂，丹修的炉火本来就是救命用的。不过一炉丹，救得了几人？不够。温酒之丹脉称压过高，有损毁风险。三师姐，够了！不够。救救我的孩子，求求你们！三师姐，你可以不救，没人有资格逼你。我救的是他，不是你。对不起，当年是我错怪你。活着就把真相说出去。杀了温酒之！温姑娘救了我女儿，国师府若杀她，就是杀皇族人证。是丹木救了我们，抽我们命的是地下龙脉，国师府才有鬼。齐进，别单独追，想要证据，来拿啊，来拿。齐进被传送至皇城刑场，萧承业正在开启公开审判。昨夜龙脉异动，皇城百姓受伤，加查乃天眼宗吴望峰弟子齐剑魔骨失控，勾结沈氏余孽，意图毁我皇城。齐师兄，
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只要你认罪，殿下会给你一个痛快。苏念柔，你这温柔听得我想吐。为什么？劫法场，刑场有3重禁制。我能破毒物，破不了锁魔链。那就上。行刑！黎姑娘，你这是当众劫法查场？对，劫法场这种事，我现在熟熟。小师妹，帅啊！闭嘴，回去再骂你。诸位看清楚，此人魔骨显露，黎福月包庇魔修，证据确凿。昨夜害人的不是吴望风，是国师府气运阵。温姑娘救了我们，把东西还来。这是皇朝政务。哼，小师妹，你忘了，我偷东西从不被抓。干得漂亮，回去少骂你一句。谁这？锁魔链以魔骨为引，外力越破，反噬越强，需旗舰自己压制魔骨，内外同时锻炼。旗舰，看我。小师妹，别靠近，我撑不住了。你撑得住？你在青木秘境都没杀苏念柔，现在更不能让萧成基得逞。我可不想被写成他们嘴里的魔头。看清楚了吗？我有魔骨，但我不是你们的罪名。谢无望进入镇魔塔，灭擎钉第3重梦魇爆发，屠城风险上升。师尊这是砍进去了。镇魔塔内有灭擎钉术法，萧承汉故意放开入口，引师尊进去。那就是给第3重梦魇爆发，目标谢无望七情封锁被镇魔塔强行激活，杀意正在覆盖理智。谢无望入镇魔塔后失控，欲屠皇城，诸位仙门同道亲眼所见，若不除他，九霄界必遭大祸。我要进去，塔内伤还没好，这次陪你。我先进去，你们守外面，别让萧成业把塔封死。谢无望曾在寒塘梦魇里接住他，现在轮到他进他里的。谢无恙天生在先，他七情后天剑修不干。我来不是赴参观的，谢无恙在哪？当前为灭擎钉残境，宿主若被杀意侵蚀，会被幻境排斥。出去。师尊，是我。出去，否则我会杀你。你不会。我会。那就看着我再说一遍。师尊，他们想让你疯，想让你杀人，想让所有人都觉得你该死，别让他们赢。谢无恙剑骨天生，可成灭擎钉，定七情，断私欲，方能成镇魔之剑。谢无恙，杀了他们！你若不杀，皇城会毁。他们逼你杀，又怪你杀。天生冷血，这样的人只能继续盯。你是谁？你未来的倒霉徒弟。我不会收徒。你会，还收了一个特别能惹事的。你杀了同门，你若不成钉，天下因你而乱。你的痛不重要，苍生重要。他们说的没错，我杀过人。你杀的是已经被魔气吞掉，正在屠杀别人的失控者。真正该被钉在这里的是把魔气引到你身上的人。谢无羡，你看着我，那一钉不是你的错。不是我的错。不是，你可以为死去的人难过，可以记住他们，可以恨自己没能救更多，但你不能替凶手背罪。我不认，这罪我不认。师尊，你再这样接我，我会以为你其实挺关心我。封塔。谢封主恢复清醒，可喜可贺。但你入镇魔塔，伤国师府修士，险些剑气复成，诸宗都看见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请诸宗共同审判，是大言气运池有错，还是吴望风蓄意构陷？仙门会盟自有公论。3日后，仙门会盟公审吴望风。若谢无望与黎福月不能自证清白，大燕皇朝将请诸宗共诛。诸位，大燕不否认龙脉管理有失，若国师府中有人作恶，皇朝必查。但吴望风私闯信地，劫刑场，放纵魔骨，谢无望剑气镇城，也不能因所谓证据而一笔勾销。气运池确实害人，但吴望风也太无法无天，谁能拦？青雾若再失控，也在黎福月手里，此女不能。福月师妹，我知道你本意不坏，只要你交出青木秘境印，愿意接受会盟监管，
或许诸位会从轻处置。你每次劝我教东西，我都想问一句：你配钥匙吗？我们闯龙脉是因为沈氏族人被炼在池里，我们齐可以被强行激发栽赃。谢无傲入镇魔塔是因为萧承用灭秦丁诛法设局。你们可以说我们不守规矩，但请先回答规矩是谁定的？用来护人还是用来遮丑？沈氏137口被扣私通魔渊之罪，实为气运池祭品。此案请会盟重审。我以大炎皇族身份作证，昨夜抽我女儿命气者是国师府气运阵，救她者是温九之。这是国师府强击魔骨的链子，诸位若看不懂，可以自己试试疼不疼。3年前毒阵旧案，确有老夫封卷，但那是奉谢无厌之命，为遮掩吴彦峰弟子魔化痕迹。黎福月如今翻案，不过是吴彦内部清洗旧账，嫁祸皇朝。你放屁！谢峰主，您可解释？假的，一句假的，恐难服众。这就是萧承业的厉害，他不需要让所有人相信，只要制造足够多的怀疑，就能推动围剿。升级，仙门围剿令触发概率上升。我作证，戒律长老在说谎。苏念柔入我门下后，与戒律长老多次私下往来。毒阵旧案、温九之药丹、黎福月适灵刃，皆有戒律堂压案痕。师尊，我曾偏信苏念柔，犯下大错。今日不求脱罪，只求真相。裴仙尊愿意自阐其错，令人惊魄。可证人天眼宗内部证词相互矛盾，此事更需会盟接管。是他们毁龙脉，谢无患是魔，黎福月抢了皇城气运。控魂术，民怨在此，诸位仙门难道要无视？为防九霄动乱，建议暂押吴彦峰，封青木秘境，待查清后再议。谢无恙必须受镇魔所监谷。黎福月交出秘籍。他们未必全信萧承盛，但他们都想从吴彦峰身上分一块肉。师尊，现在看，他们就真的赢了。我们不在他们的桌上自证，我们先捉，想封证据，那就让所有人都看见。拦下！大炎皇朝令，吴望峰勾结魔渊，扰乱皇城，拒不受审。即日起，发仙门围剿令。终于不装了。谢无恙，你果然要在会盟殿动手，是你先动他。别发呆，回去。这么多人打我们几个，皇朝真有牌面。吴望峰拒捕，诸位还等什么？诸位想动手，可以。动手前先想清楚，七木传讯已经飞出去了。你们现在帮萧承业围杀我们，明天全九霄都会知道，你们是替气运池灭口的人。娘，坏人不是吴彦峰。李师姐救过我。苏念柔吸我气运是真的。皇朝说吴彦峰毁龙脉，可我看见国师府抽百姓命气。圣女，该你稳住局面了。诸位不要被黎福月骗了，他最会蛊惑人心，他所谓证据全是青木秘境伪造。天子圣女，还我气运！苏念柔才是签命令者。不要看！这才是你真正的样子。不是我，是黎福月害我。你偷来的气运没了，还想抢？凭什么你什么都有？凤凰认你，秘境认你，吴望封护你，连谢无望都看你。我明明才该是女主。你不是想当女主，你是想让所有人都为你当祭品。殿下，救我！废物！峰会盟殿，今日吴望峰一个不留。我以天眼宗清玄峰主之名作证，苏念柔所犯罪证属实，萧承日与国师府才是幕后主谋。师尊，你要毁了我？不是我要毁你，是你毁了太多人。你以前说过会永远护我。我曾偏信苏念柔，逼黎福月道歉，轻信旧案定乱，间接害沈京寒、温九之齐进盟渊。今日我愿自请废去仙尊名号，受天眼宗戒律审查。但在此之前，我以自身道心立誓，吴望峰所成证据为真，苏念柔与黄旗气运池之罪为真。裴清玄偏执线解除，苏念柔情感控制彻底失效。裴仙尊，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？为几个吴望峰弟子作证，等于与皇朝为敌。不是为吴望峰作证，是为我曾经不肯看的真相作证。仙尊名号我不要了。师尊，从今日起，清玄峰弟子不许再替苏念柔遮掩半句，欠过谁就去道歉，拿过谁的气运补偿就去还。你们都背叛我，你们明明都该爱我。醒醒，气运贷款到期了。我曾被他蒙蔽，但不会再做他的道。大炎禁军，拿下所有逆党。受伤的、作证的、被气运标记过的，先进秘境避难。现在还讲面子，想活就跑。他还真会收买人心。殿下，是否开启魔渊备用阵？不急，他还剩最后一点用处。行啊，那就逐。谢无望、黎福月，皇城会盟因你们大乱，大炎皇朝已发函问责，为保天眼秘境，
交出吴望峰，待查。宗主，戒律长老和皇朝勾结，证据在你面前，你还要封吴望峰？此事会查，但现在吴望峰必须受控。所谓会查，就是继续压卷。熟悉的配方。谢无望，交封主印。从今日起，吴望峰脱离天眼宗。谢无望，你敢叛宗？叛！宗门护不住弟子，查不清旧案，压不住内鬼，却想抢弟子的秘境，这样的宗不退留着过年吗？沈京寒退宗，温九宗，以后别拿天眼宗吓唬我，我怕笑场。黎福月，退宗。吴望峰弟子若随他们离开，刺同叛宗。我愿离宗，我也愿意，我愿离宗。所以我们现在算什么？流亡团伙？闭嘴！吴望宗第一条规矩，不问出身，只问有没有害人。第二条，资源公开，暗公傲虚。第三条，谁被欺负了可以喊，但喊完要一起想办法打回去。第4条，账目公开。第5条，当药不许浪费，偷弹要报备。第6条，齐验偷弹罚款。黎福月，新宗门落成，我来送礼。黎福月，只要你交出青木秘境印，我可以让魔修放过这些废物。你不是最爱救人吗？你每次都拿别人威胁我，说明你真的一点心意都没有。你以为你赢了，我还有魔渊，我还有殿下。他这状态不像还有殿下，像殿下不要的边角料。吴望宗第一战不求你们不怕，怕可以退到阵后，愿意留下的跟我守山门。李师姐，我怕，但我留下。好。修为低的不要硬拼，把灵力交给朕。受伤就滚回来吃药，别逞英雄。丹药贵，但命更贵。别跟他们正面打，打完就跑，救人不算输，死了才亏。灵力消耗过快，知道，别暴丧。看见没？若不是等死的原因，闭嘴！圣女，只要能杀黎福月，谁就都可以死。大师兄，朕不能断。黎福月，你不是谁都要救吗？那就看着他死在你的新宗门第一战。沈京寒命脉受损，普通木灵力无法完全解毒。要什么？水木相生，需水灵根静毒，再以木灵根修复。小师妹，别怕，朕还在。毒入命脉，魔切压心，我的丹压不住。沈京寒，你别装死！水灵根未觉醒，强行觉醒风险极高。怎么觉醒？以青木秘境生机引动无垢灵体自行开脉，痛感等级10，失败可能灵根反噬。你疯了！你刚觉醒木灵根没多久，再开一根会把经脉撕碎。3师姐，我怕疼，但我更怕他死。经脉裂纹增加，建议中电。不中电。大师兄，你不是说要带沈氏族人出去吗？账还没算完，你敢死，我就把你的账本全烧了。水灵门觉醒，沈京寒命脉修复中。命给我留下。小师妹，账本不能烧。醒了还惦记账本，你真是吴望宗财政之光。朕
稳了，李宗主行水灵根了。别乱叫，我还没同意加班当宗主。晚了，民心所向。宗主先闭嘴吃药。为什么你每次都能救回来？为什么他们都不死？因为你越想让他们死，我越要他们活得好好的。灭情钉共鸣物出现，可用于炼制破钉丹，但魔性极强。我能炼，若能教成破钉丹，师尊下一枚灭情钉就有办法了。破钉丹炼制代价，丹脉损毁概率极高。破钉丹可削弱灭情钉，但需炼丹者以丹脉承受灭情钉反噬。三师姐，停手！醒了，水灵根刚开，别乱跑。我说停手！师尊的灭情钉不能拖，昨夜那枚骨钉是共鸣物，错过这次，下一次不知什么时候。所以你打算拿自己的丹脉换？你们无望峰是不是都有病？谢无欲疼死不说，沈金寒快死还暗阵，齐夜失控先推开别人，现在轮到你拿丹脉换丹，你们一个个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好赔？三师姐，丹可以炼，人不能赔进去。李府月，我是丹修，炼丹救人本来就是我的道。救人和牺牲自己不是一回事。那师尊呢？他身上的钉不拔，迟早还会发作。到时候他若失控，你要再冲进梦境一次，再吐血一次，再开一根灵根，你能拼命，我们就不能。小师妹，你别把所有人的命都背在自己身上。三师妹，破钉丹有几成把握？6成。丹脉保住呢？我不需要。你们一个两个都觉得自己能决定别人牺牲什么？三师姐，你说的对，你有选择的权利，但我们也有不接受你牺牲的权利。我们找第三条路。哪有那么多第三条路？以前没有，现在找。你为什么这么怕我受伤？因为你是我师姐。我以前看书时，你们只是反派，死了也就是几行字，可现在不是。你会骂我，会给我塞药，会嘴硬，会炸炉，会救一个曾经冤枉过你的孩子。你不是剧情工具，也不是可以被牺牲的代价。肉麻死了！三师姐哭了。你想死？或许有替代丹引，这类骨钉不是原始灭情钉，只是共鸣物。若能找到真正的天道残魂或命河净水，就能替代丹脉承压。那就先不练。但你要是找不到替代丹引，我还是会练。找，绝地3尺也找。看来下一场冲我来的。你别笑。我笑了吗？你每次想自己去送的时候，都笑得特别欠揍。你是不是打算半夜偷跑？他已经把储物袋收拾好了。大师兄，你怎么连这个都算？你昨日多领了3瓶回灵丹，2张隐匿符，还把小师妹给你的裂风令补好了，太明显。拿来。什么？魔渊冲我来的。我的魔骨若彻底归位，可以把魔君引走。你们留在无望宗守山门，更稳。听起来很英勇，翻译下就是：你准备一个人去死，顺便给我们留一句别找我。不许。无佑宗不许弟子私自赴死。新宗规第7条补上。同意。我记账。你们真烦。烦也忍着。齐燕，这次不许一个人疯。魔骨归位阵在深处，若齐燕踏入阵心，魔骨将被强行唤醒，可能彻底入魔。能拆吗？需要天道残魂或命河净水镇压。也就是说，陷阱和解法在一个地方，符合萧承玉风格。你干什么？引怪啊，不然等他们冲外阵。小师妹，别把灵力浪费我身上。闭嘴，报销不了。
启剑，你的魔骨不完整，所以你一直痛。归位后，你会比谢无羡更强。他们现在护你，是因为你还能控制。若有一天你控制不住，黎福月第一个会怕你。你挑拨能不能换点新词？他控制不住那天，我也先打醒他，不劳你操心。你能救所有人吗？不能。我救不了所有人，但我能告诉他，他不是一个人。齐印，想拿回魔骨可以，但不是被他拖着走。你来决定他归不归位，不是萧承镇决定。那我决定先砍了这破阵。发现命河入口，天道残魂信号增强。很好，黎福月，你终于找到自己来的地方了。我等你很久了。我一直以为自己穿书占了炮灰小师妹的身体，即便我救人反击改命，心底最深处也藏着一根刺。原来的黎福月去哪儿了？自己是不是抢了他活下去的机会？你是谁？我也是黎福月。2个小师妹，双魂。我出生时神魂不稳，一魂留在九霄界，一魂被天道送去异世。他在异世长大，我在这里走完原本的死局。所以我不是夺舍？不是，你是我，我也是你。我曾经也想反抗，可我太怕了，我怕没人信我，怕被赶走，怕自己真的不配活。你没有不配，所以天道把你送回来，不是让你替我活，是让我们一起活。九霄天道残魂，天命被窃，唯一可破局者是双魂归一的无垢灵体。所以我在现代那一世也是安排，是缔结，也是养魂。你在异世学会不再讨好，不再内耗，不把自己交给别人审判，归来后才能改命。他曾经以为自己只是误入故事的外来者，现在才知道，他从来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原来真正的天命在这里，命河之中修为无用，只有命格能争。天命是我的，我才是女主，不能让他吞残魂，他会短暂成神。看见了吗？天命还是我的。苏念柔吞噬天命碎片，短暂成浊，危险等级爆升。小心！别怕，去看完我们的来处。这皮看着比圣女那套还强。他吞的只是碎片，撑不了太久，但在反噬前，他确实能动用部分天命。谢无妖，你不是最强吗？现在跪下，我可以不杀你。你嘴里除了抢，还有别的字吗？你要回哪里？可以走。那你呢？我已经死过一次了，若你走，我会留在这里，直至命河散尽。你们1个2个怎么都这么会牺牲自己？我不走，也不让你留。林福月已经被命河吞了，没人会再拉你。谢无羡，疯吧！你疯了，我就能证明他救不了任何人。他会回来，他回不来了。短暂成神，也还是偷来的。苏念柔，你不是天命之女，你只是开始偷命偷到上瘾。我杀了你！要赢他，我们必须合魂。合魂后，你会记起我所有的痛，被误解，被吸气运，被挖灵根，死在荒谷，你可能会崩溃。那你一个人背了多久？以前没人接住你，现在我接。我太弱了。你不是弱，你只是一个人在被所有人逼着忍。你害怕、讨好、委曲求全都不是你的错，错的是吸你气运的人，偏袒凶手的人，把你写成炮灰的人。那你呢？你不怕吗？怕啊，我怕疼，怕死，怕加班修炼，怕一觉回来又有烂摊子，但怕不耽误我骂人，也不耽误我打回去。真好，这一次我们一起活。小师妹，破河！我不管什么规则。我听见了，你疼，我知道，你委屈，我也知道。走吧，我们回去。
双魂归位，宿主命格完整。不可能，你凭什么能动命盒？因为这是我的命，不是你偷来的。你一直说别人抢你，可从头到尾，你有哪一样是自己挣来的？裴清玄的偏爱是你骗的，陆成白的忠心是你吸的，圣女身份是萧承业给你遮丑用的，天命碎片是你偷的。苏念柔，你什么都没有，你只有贪。滚！李府月命格完整又如何？武灵不全，你仍不是我的对手。若要武灵归一，需入魔渊地脉取回最后一脉，那里也是萧承业真正的根。还活着？三师姐，你问候方式一如既往温柔。少偏。欢迎回来。感觉小师妹升级了，但嘴还是那个嘴。你也是，命硬但欠打。记起来了。土灵根觉醒地位于魔渊地脉，注意，萧承日可能借地脉埋有魔皇根骨。魔皇根骨，他还挺会给自己加戏。魔皇根骨和我的魔骨可能同源。下去，萧承业用皇城气运养魔皇根骨，再以魔渊反哺皇朝龙脉。所以他一边喊共御魔渊，一边养魔渊，反派传统异能，自导自演。李府月，你总能找到不该找的地方。你也总能做出更恶心的事。萧承业把所有人的弱点都埋在这里。来吧。土灵根觉醒，需乘地脉重压。我不跪。武灵归位，无垢灵体完全觉醒。你以为觉醒武灵就能与我为敌？不试试怎么知道？世芬，别又说不需要，我刚升级，想试技能。师尊，你现在有宗门，有弟子，有一堆麻烦事要管。麻烦？嫌麻烦也晚了。李府月，武灵成型只会让你更适合做祭品。我还没说。苏念柔，松手！再抓下去，你会被魔渊吞掉。你可怜我，我没那么闲。你什么都有了，当然可以装大度。你有无垢灵体，有无妄宗，有谢无望，有天道残魂，原本的李府月都愿意和你合婚，凭什么？我努力了那么久，为什么什么都留不住？因为你所谓努力，是偷别人的命。别管他了，地没有他。再不走，所有人都会被卷进去。那碎片必须拿回来。我去。你灭秦丁刚烈，不能碰天命碎片。我有武灵循环，我去。你还是这么自以为是？你以为你赢了就能审判我？我没兴趣审判你，手起刀落。我只是来拿回不属于你的东西。这就是我的，殿下。念柔，你做得很好，把最后一点天命给我。不，你说过会让我成神。你已经替我试过天命碎片的承载极限，够了。我也是棋子，你早就是，只是你一直忙着把别人当棋子，没发现自己也在棋盘上。走走。你救我！我说了，我没空让萧承谦拿你继续作妖。李府月，我不会放过你，也不会放过萧承渊。天命碎片回收一半，萧承渊获得另一半，终局危机升级。萧承彦将以半离天命碎片引爆魔渊，重幸九霄气运，终已尽。那就回去准备，这次轮到我们主动开战。李府月，终局见。10年前，皇城审视137口，被扣私通魔渊之罪。实则大炎皇朝与国师府以审视镇谷为业，炼入气运池，供养皇朝龙脉与魔皇根骨。3年前，我单笔旧案，被苏念柔调换药材，被戒律堂压案。此案不是误会，是有意毁我丹心，断无望风一臂。皇城刑场，国师府以锁魔神强击我魔骨，想让我当众失控，再把所有罪推给无望风。可惜我命硬，没给他们这个面子。苏念柔不是天命之女，
他靠吞噬别人的命格伪装成天命。萧承义也不是共御魔渊的皇子，他一边用气运池抽百姓命，一边用魔皇根骨养魔渊，再把失控的人扣成魔修。各宗可以怕，可以犹豫，但不能再说不知道。天眼宗压案失察，纵容界聚堂逼走吴恙峰，此事天眼宗有罪。失察？你们不是看不见，是不想看。我曾偏信苏念柔，伤害诸位，今日不求原谅，只愿以后以余生补错。若终战虚人，我清玄峰第一个上。曾辱骂黎师妹，围攻齐燕师兄，替苏念柔为虎作伥。我愿上魔渊前线，以战功赎错。想赎错，就拿行动来。温姑娘，当年是我错怪你，我该死。孩子无罪，要拿着。审完了吗？九霄界早已腐朽，宗门争权，皇族争利，百姓如蝼蚁，魔渊永不止息。既然救天道无能，我便重塑天命。拿万人命重塑，你说得倒好听。牺牲一代人换永世秩序，有何不可？沈氏也是你的牺牲，必要代价。谢无望，你以为黎福月救了你？你身上的灭情钉本就是镇压魔皇根骨的钥匙。你若不入中阵，魔渊便会吞九霄；你若入阵，就会成为新的魔皇容器。萧承业谢无望剩余灭情钉，李福月无垢灵体共同献祭，完成气运重塑。3日后，皇城气运池开，魔渊总阵起。你若不来，九霄众生替你们死。第5枚钉的是聚，第6枚钉的是玉，第7枚钉的是情。强拔会反噬心脉，尤其最后1枚。若师尊不愿承认自己有情，谁也拔不了。这玩意儿是谁发明的？缺德的很稳定。镇魔塔国师府。那我更想砍了。有一个最直接的办法，以师尊最在意之人为诱，引出3钉，再用命河净水与天命碎片强迫。不行，我也不同意，这法子太危险。废掉。对，废掉。我不是你的诱饵，你也不是非要靠差点失去谁才能证明自己有情。萧承金最爱逼人牺牲，逼人失控，逼人用痛证明在乎。我们不照他的路走，那就换成自认阵，让师尊自己入心境，主动承认，而不是被诱发。听起来比挨刀还难。怕是软弱。谢无欢，你不需要怕，你只需要杀。师尊，怕不是错，我也怕，我怕疼，怕死，怕失去你们。可怕说明我们有东西不想失去，不是说明我们弱。我怕伤他。师尊，这算表白吗？谢无望，你想要什么？自由、弟子、他？你这样的怪物，有资格想要吗？萧承英的残念在钉里。第6钉被终局阵污染，若目标否认欲望，将重新封钉。温酒伤寒，无望宗李福月。不想加班。我想活，不是为镇魔，不是为长罪，不是为杀。我想活着，看无望宗继续，也想看他。去！最后一离最难。看我干什么？继续啊！终局阵提前启动，最后1枚情钉未拔，谢无晃入阵风险极高。旧天道已死，新天命由我重塑。愿归顺者可入心绪，违逆者皆为旧世尘埃。我入阵，
你现在进去，萧承业会用最后一钉控你。不去，九霄裂缝会继续扩大。那就在这里吧。你不用等钟镇逼你，也不用等我出事。谢无恙，你自己说。我曾以为我不该有情，是，但无情更空。李福月，我想活，也想和你一起活。谢无望黑化线终止，灭世反派命格解除。回来后再说。你最好活着回来，不然我把你坟头种满灵药，收费参观。中局阵核心在皇城气运池，外围有3处魔渊裂缝，需同时封。温酒之待单修旧伤，其近带机动队破血域阵，裴清玄与各宗守外围，师尊和小师妹入核心。小师妹，这次不准你一个人扛。放心，我现在学会使唤人了。最后一瓶保命丹，敢不吃我打断你腿。玉血捏碎，我们会开路。这东西现在归你保管，别弄丢。走。既然不能做容器，那就做祭品。萧承业，你阵旗审美真差！李福月，你看，这就是众生，他们弱小、混乱、自私，需要一个新天命替他们安排命运。你安排的命运就是抽他们命，牺牲少数，成全秩序。你所谓少数，是沈氏137口，是皇城百姓，是被苏念柔吸干的弟子，是所有没资格被你算进人的人。你要新天命，我偏要救人间。这是用九霄气运、魔圈本源、天命碎片养出的新神骨，你们斩不断。2枚天命碎片互相牵引，若合一，可重掌天命。但萧承业会争夺控制权，那就不让他喝舒服。你不吞天命，我又不缺德，吞那玩意儿干什么？愚蠢！天命必须有主。那是你想当主。现在斩得断了。萧承业，你骗我！你竟还活着！我当然活着，我还没看你死！废物，还想抢？苏念柔行动不稳定，可能干扰中阵。小师妹，要不要砍他？先别，让狗咬狗。说得好，我不是帮你，我也没谢你。就是现在。既然心神不成，那就一起入魔。他要引爆所有气运脉，怎么越砍越多？核心在天命碎片，我去斩。我陪你。好。难度极高，少报难度，多干活。收到，狠狠干他！你终于正常。李姐姐，我把命线抓住了！诸位，按青木传讯所示，稳住命线。他们不过蝼蚁，你凭什么让蝼蚁乱天命？因为命是他们自己的，不是你的。滚开！你想参与的千命正神，做梦！不可能，天命怎能无主？天命不该是某个人的椅子。
我一开始没有抢。谢无限，松开！不松！说好一起活，你别想偷偷耍帅！我饿了。终局胜利后说这个，不愧是你。先吃药，能不能换成饭？回去给你做。回家。李福月身负无垢灵体，又得天命规则认可，如今旧天道残破，或许应由他执掌新天命。什么？恳请圣女救我苍生。我知道你们心中有许多疑惑，但是现在，我只希望你们能够遵守3条规则。第1条，严禁偷盗。哎呀，这新官上任，果然是3把火呀！齐晋，你怎么跟个小孩子一样，就喜欢看热闹？小师妹，宗门今日新弟子考可，你不去看看？我刚拯救完9霄界没多久，按理说应该享受退休生活。你才多大就退休？心态沧桑。你昨日答应了新弟子，要亲自讲入门第1课。我什么时候答应的？你吃第3块点心的时候。点心债命中注定要还。长得妖里妖气，一看就不是好东西。这句话我听过，是在传来的第1天。天眼宗收徒大会上，围观弟子骂我的话。这种人怎么配进宗门？灾星就该滚出去！谁教你们在无望宗门口背我开局台词的？啊，李宗主，我们刚才不知道怎么了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刚走到这里，脑子里忽然有人说，我该被赶走，该跪下求饶。警报！旧剧情修正力复苏。旧剧情不是结束了吗？萧承烟与苏念柔已死，但原书命簿未毁，他正在尝试修复被你改写的剧情。原来最后的敌人不是人，是那本破书。女主不是已经被魔渊吞了吗？意思是我们好不容易改完命，他还想把我们塞回去。苏念柔只是伪女主，命簿不需要她活着，她只需要有人填回女主反派炮灰的位置。这不是普通术法，是9霄旧天命残留的叙事规则。若不毁掉，所有被改写的人都会被强行拖回原命。7日后，天命台开，命簿重审众生。这些字音不是毒，但药压不住。字印直接烙在命线上，命簿会再给他们重新分配剧情位置。谁写的？我去把他手剁了！命簿修正开始后，最先影响低阶命格。怎么破？7日后天命台重审，若命簿判定成功，这些人会在3个月内依次应劫，让他们自己续命，但命簿会制造对应死劫，逼他们认命。极阵音发作了！救我！我不想死！亏你大爷！我是不是本来就该死？我只是低阶弟子，死我一个，这就稳了。谁告诉你低阶弟子就该死？阵坏了修阵，人弱了修炼，凭什么拿命填？你自己说，你认不认这个命？不认。大
大声点！我不认，我不想死，我不是欺骗。听清楚，从今天开始，谁掌心冒字，第一件事不是哭，是骂回去。命部让你当炮灰，你就告诉他，你不演。第一枚炮灰命印解除，众圣命格自主性上升。他骂的还挺精准。封丹，我看他才疯。天命台必须去，毁了他。7天太久，我们明天就去。谢谢姐姐。命博在展示原剧情正确线。正确个屁！我炸炉是技术问题，不是人品问题。假的。黎福月，你扰乱既定剧情，致女主坠魔，反派脱轨，炮灰不死，世界结构失衡。你是不是还想我给你道歉？你本为意识归魂，不该干涉此界。我不是异魂，我是黎福月双魂之一。你连我是谁都没弄明白，就给我判刑？即便如此，你仍破坏命格秩序，众生需角色，故事需归位，无女主，气运无主，无反派，冲突无缘，无炮灰，主线无迹。这东西说话比萧承彦还欠砍。他把众生当结构，不当人。你若愿登主角神位，成为新女主，命部可赦免无妄宗，其余人归于配角命。怎么你们一个两个都想让我上班？这是荣光，这是套组。我不当女主，也不许你把别人写成配角。拒绝归位，便接受抹除。第2页黎福月抹除剧情重启。第3页全员剧命天命台崩，九霄命线短暂失序，生死自负。选。他还挺会把锅推给你。第3条看似危险，但也是唯一不让任何人成为弃品的路。我选第3，失序总比被他写死强。你选，我们赔。没有命不安排，就没有谁天生该赢，也没有谁天生该被救。众生会更自由，也会更难，可那才是真正的人间。我选第3页，我不改命，谁改命？狂妄！是众人的命，本来就不该归你写。命部试图抹除双魂融合痕迹，若你不愿归位，那就从源头抹掉你。你们以为聚命就能自由？没有命部，九霄会乱。谁来决定善恶？谁来分配气运？谁来保主线不崩？善恶靠行为，不到角色；气运靠因果，不到你分配。至于主线，每个人自己写。若命不崩，一魂当作最后基业，补全封口。命部要用你补天命缺口。也许。别想。你不是最爱救人吗？那就用你自己换所有人自由。你入裂口，命印尽碎；你不入，他们归位。宿主，不要答应，这是命部最后的逻辑线索，他要把你写成终极祭品。我知道，可知道不代表不动摇。别怕，我在。李宗主，别管我们！他若不自愿，命印不碎。如果我进去，至少能救很多人。你前面才骂我不许拿丹麦换丹，现在轮到你就想拿命换自由。黎福月，你双标的很难看。小师妹，终极祭品这位置我看不上，你也别演。你教我们不认命，不是为了最后替我们认一个祭品命。黎福月，不许把自己删掉。他不入，众人命印不解，那就不靠他一个人解。自己的命，自己认不认？不认，我不是替炮灰，我不是恶毒女配，我不是无名尸骨，我的命不归命不解。不可能，众生为命，怎会自断归位？因为他们不是你写出来充数的工具人，我不进去，谁也别想让我当祭品。祭品逻辑瓦解。既然要碎命印，那就所有人一起碎。
无命不约束，九霄必乱。乱，也比被你写死强。命部背后还有人。命部不是牢笼，是秩序。每个反派说自己搞秩序的时候，都像在给坏事镀金。无命部，强者会更强，弱者会更弱。你以为人人都有勇气拒命？你今日碎了命印，明日他们仍会被权势、贪欲、恐惧吞没。这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。自由不是一劳永逸，没有命部，世界不会自动变好。可命部给的所谓秩序，是把人提前分成主角和祭品。所以你的方法是替他们决定谁该牺牲。总有人要牺牲。那为什么牺牲的永远不是血命的人？答不上来了吧？若你们不服命部，便让众生自己签命。7日内，若九霄超过半数生灵愿意放弃命部庇护，命部自毁；若不足，所有拒命者归位。你又在设局。这是公平。你说众生命归自己，那就让众生自己选。我们可以逼他们签。那和命部有什么区别？签不签，你们自己选。怕也可以，不丢人。但别忘了，命部给你的安稳，可能是让别人替你死，也可能是明天轮到你替别人死。想清楚，再落币。选第2，以后会很难吧？可选第1，温姐姐可能又会被写成坏人，李姐姐可能会被写死。我选第2。若早知道所谓偏爱也是命部安排，我宁愿蠢得自由一点。若人人都能改命，尊卑何在？命部不可废，否则天下大乱。你看，许多人仍需要命部。他们可以怕，但不能因为自己怕，就把别人重新塞回命里。7日后见。天眼宗传承1000年，不能毁于黎福月一人之手。命部虽有错，但秩序不可乱。你们年纪小，不懂厉害，宗门替你们选。宗主，我不想归命。弟子服从宗门，本就是天经地义。又是天经地义，你们这些人坏事做不出来新词吗？黎福月，你已经脱离天眼宗，还敢插手本宗内务？逼人签命也叫内务？那我今天就专业多管闲事，你们自己说。我们可以逼他们签。那和命部有什么区别？签不签，你们自己选。怕也可以，不丢人。但别忘了，命部给你的安稳，可能是让别人替你死，也可能是明天轮到你替别人死。想清楚，再落币。选第2，以后会很难吧？可选第1，温姐姐可能又会被写成坏人，李姐姐可能会被写死。我选第2。若早知道所谓偏爱也是命部安排，我宁愿蠢得自由一点。若人人都能改命，尊卑何在？命部不可废，否则天下大乱。你看，许多人仍需要命部。他们可以怕，但不能因为自己怕，就把别人重新塞回命里。7日后见。天眼宗传承1000年，不能毁于黎福月一人之手。命部虽有错，但秩序不可乱。你们年纪小，不懂厉害，宗门替你们选。宗主，我不想归命。弟子服从宗门，本就是天经地义。又是天经地义，你们这些人坏事做不出来新词吗？黎福月，你已经脱离天眼宗，还敢插手本宗内务？逼人签命也叫内务？那我今天就专业多管闲事，你们自己说要不要宗门替你们选？谁敢忤逆宗门，逐出山门！我不归命。你们离了天域宗能去哪里？他怕的不是天下大乱，他怕弟子们发现，离开他的秩序也能活。归命震破。没有宗门替他们定规矩，他们会走错路。走错了就改，摔倒了就爬，总比一出生就被你们按着跪好。宗主，天眼宗该重立规矩了，不是替弟子签命，而是教弟子自己担命。大量命器自愿拒命，命部支持率下降。工作量真大。我就知道拒绝成神也逃不过加班。7日未至，拒命未过半，你们救得了一宗，救不了九霄，那就救九霄。我是李府月，你们可以不信我，也可以怕，
但如果有人拿刀按着你的手让你签命簿，那不是天命，是抢命。命契要自己签，谁强迫你们，就把名字报上去。你给我出去！我也能不当货糟吗？当然，先学会别随便偷蛋。他们会后悔，那也是他们自己的事。不可能，众生多惧，怎会放弃定命？因为九霄不是一张纸，人也不是你笔下几个字。你会后悔，没有命簿。但他们也众生会会爱，犯错，会救人，会道歉，会走重弯路。会，错了可以改，死板的命改不了。最终主线完成，命簿崩毁，众生命格自主。这次真的结束了吗？别再翻页了，我真的会骂人。先回去吃药。还有庆功账要算，账先放一边，我想睡3天。好，这一次，我们真的自由了。